平头的在国外就很少见了，这个嘛，跳过，这个有意思啊，好小一台，这台便宜又大碗，这种房车在国外是拉马用的。今天如果拍摄的影片跟我说的话带到任何品牌跟镜头，我完全没有任何攻击或者是暗示的意思。大家好啊，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房车，我们在成都的房车展。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说，全部是站在我个人观点啊 ，OK， 然后以我个人使用角度，一个人一个或两个，比如说会一个，或者是情侣去考虑来看这个我对房车的这些想法。因为汽车是我的专业嘛，就是说，我不但只是说玩车，因为我自己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以前。然后尤其在售后这一方面，还有改装啊、赛车什么的。那怎么说？我们讲回房车好不好？就是说，房车大概几种做的方式。最早的时候是那个用木头搭加一个支架结构，外面再贴一层铝皮。那这种有什么问题呢？漏水。久了之后，那些胶啊一打开之后，水就从屋顶漏进去，边边漏进去、渗进去，然后把那些木头给泡烂。慢慢的改成铝合金的。那铝合金也有缺点，它虽然轻，结构上强度也 OK， 隔温保热，春夏秋都还可以。一到冬天，如果你还要再使用的话，它那个铝合金导温的效果太好了。天气冷的地方，它会condense 那个水分，你知道，就是会凝结水汽。而久而久之，如果里面有什么地毯的话，那就会发霉嘛。现在最新的就是复合材料的夹层板。那夹层板好处就可以做得很厚，强度也够。好，我们讲一下拖挂房车的那个悬吊系统。那悬吊的话，我最好还是选择那种叶片式的，因为它强度是最大的，它可以走比较差一点的路。然后，如果你撞到什么路牙或上路牙太快之类的，或者太重，它不会像那个，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，就是那个它不会像拖圈柄那样子。如果你上路牙就容易变形那样子扭曲，会把它，因为你看它的设计，它其实是一个像是一个 L 型伸出来，它不太能承受左右来自的力量，所以容易变形，而且它的承载重量不是适合高负荷或者激烈路面的。你看那个图片，如果那个橡胶一老化之后，那避震器就会越来越低，而且越来越低之后，它连那个前面那个角度，轮胎的角度都会变掉，然后就变得很吃胎。所以，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还是叶片式的，传统然后强度也大，耐用。那再来就是这种什么从澳洲流行出来的，因为澳洲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铺设的路面嘛，所以他们越野的条件要求的比较高。那这种悬吊的话，当然是强度也算是应该是最强的。这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们华宇智控研制的房车 AI 智能系统，智能管家。关闭所有灯光。是吧？包括对整个用电系统的管控，比如说太阳能的充电状况、市电的接入情况 ，PM 2.5都测得出来。对，光照、气压、天气预报都有。包括我们还可以。2 hours later， 市电的接入情况、汽车发电机的状况。机子有多大？主机就主机，这就是主机啊。对，现成只需要安主机和摄像头就完了。本身待机会不会很耗电？待机功耗很小的，就那么0.几瓦，基本上。如果你是30-40尺那种像美式拖挂，那我可能不太考虑铝合金的，因为铝合金有点软，知道吧？它的确软，因为我以前自己有一台过，我那个是可以，我那个全铝合金轻量化的在3500磅空重，然后它最多可以拉13000磅左右。但是搞笑的是，你载一辆车跟载2辆车，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那个门呢，你知道，因为它铝合金的嘛，比较软，它会
变形，但是它是弹得回去的那种变形。除非你的 trailer 很长啊，铝合金的短的又轻短，结构要求就不会那么大。那铝合金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你是很长的话，我是建议是不要考虑铝合金的，它会扭曲的比较大。不过以国内市场的需求跟使用的方式，因为我们应该也很少看到那么长的尺寸，所以这大家都不太需要去担心。然后这一类皮卡型的这种后面拖挂，其实我个人是不太会考虑的。我跟大家讲什么原因，我不是说这个牌子不好，我没有对品牌有任何攻击性的，我说的是那一个类型的，就是说这一类轻型皮卡，其实它的底盘设计上并不是拿来载后面那么重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的轴距太短了，你看，你放这么多重量在这边，它的重量是压不到前面去的，除非你的轴距这个轮距很宽啊，很长。那如果你的重量在这边的话，那可能40%的50%或是55、60的重量还可以压到前轮。但你这个一短，你知道吧？这边放那么多重量，重量都在后面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操控性上，严格说起来，在汽车领域跟赛车里面的话，还改装车里面的话，还有在哪怕普通轿车设计里面，其实是很大的缺陷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说，某些状况下会这种问题怎么解决？就是说，要么就是弹簧加强嘛，如果加强你重量还是在那边，你的车的前后重量比还是有问题的。要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，要把后轮的轮距这个距离往后挪，然后这个后面的自身这个重量就会平均分担到前轮，这样的车辆底盘配重才是健康的。古典赛车玩很多啊，改装车也玩很多，这个都是自己改，所以这些东西很基础的。就是说，在这底盘里面，这个高度就对了，重量分配是对的，但实际上是因为它把脚架给顶起来了。怎么看啊？你把脚架拿掉，可能这边就下来。我个人建议是，买这些东西还是要从底盘开始来看，以你的车子的骨质跟基因还有底子骨骼上，一定是能负载的。小弟，看你的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。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。我不是说喜欢轻型皮卡的，我只是以皮卡来形容，而不是皮卡，就是轻卡来形容的话，他们天生设计上空重的时候就头比较重，然后尾巴很轻，就是为了尾巴轻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后期载货负重用的。所以，当它货一载之后，它车子反而重量是比较平均的、正常的。还有，我们现在说一下，我知道内地，这狗好可爱，泰迪。撞刹跟普通那种电刹，我不喜欢电刹吧控制的，因为一个是被动的，一个是主动的。主动式的电刹，你可以控制它的力度、强度，在不同情况，湿地、雪地都可以调控。那个细节我不说。撞刹的话，你也能调，但是我讲的是以被动为基础，你得先让车辆产生刹车的惯性，让后面的 trailer 顶上来之后。然后那个力量再调控大还是小，那怎么说嘞？怎么说？也没有说它不好，因为毕竟它也在欧洲也是完全认证的，道路安全上是没有一点任何问题，是合格的、合法的东西。我那样讲可能又要被大家炮轰了，所以轮距不变，可是轮胎得露出来，为了不伤，你知道为什么设计成那样吗？它轮轴其实是一样宽的，它把车厢缩窄，然后这样有个好处就是说，当你在拉马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个马不会绊到。再来讲发动机类型，除非是真的是国家区域，你真的是有受限制的话，但是我个人建议，反正都出门玩，都是在那些比较郊区，不是城中心。能选柴油机就选柴油机，因为柴油机真的是开起来的效率跟那个低扭真的是比汽油机好很多，所以我是完全不会考虑
这一类型的不管是拖挂自走还是这种轻卡，反正完全不可能考虑汽油，我是完全不可能考虑汽油机的，一定是柴油机。所以说回来，那个关于拖挂，有人说会那个死亡摇摆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只要前面车头，就是你那个固定车头锁的那个地方，只要那个地方有在超过15%的重量，基本上就在物理性上是根本不太可能会发生的。通常会发生都是配重没配好，你知道后面的货物啊位置，还有那个比如说水箱很重的地方位置没设计好之类的。但是我相信现在已经没有厂家会犯这种错误了，所以基本什么东西都有好有坏了。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你都参考一下就好，别真的全都听。但是我主要是点到这些重点，让你去发掘，自己去研究这一块，你才知道自己可能什么是最合适你的。看来看去，我还是比较喜欢。目前还是拖挂跟那个轻卡，在国内市场我会比较偏向于。这个大。我喜欢拖挂的原因就是它使用空间率太高了，还隔间呢，真的。我只是把这些点给点到，就是如果看到这视频的人有兴趣，可以继续再往我说的这几个地方再继续研究下去。如果要我自己造的话，我都是造不出他们那么漂亮的东西。我造出来的房车可能是长这个样子，或是这个样子，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，或者是那个样子。之前帮忙脱困的那个房车，原来是这个营地的老板。都没有在新疆跑都没人现车，然后刚好有2台平头的，他说让我进去好好拍一拍，嘿嘿，顺便打广告，给你们看看，这也够大，你看你，这里还有个床哎，还可以伸下来。这是我见到最大的洗手间。新卡里头没有比它大的空间。这个床也够宽啊。对这种轻卡好像我要多了解一下。至于电力系统方面，我就建议大家还是走24伏，最好可以的话挑战走48伏也可以。12伏真的有点太 outdated 了，已经有点落伍了，你知道，不管它充电还放电放效率真的太弱了。就拓展尴尬的是，当它不拓展的时候，关闭的时候，它自己在内部自身就占掉很多空间，你知道吧？所以，我个人啊，强调我是不太考虑拓展，而且成本上大很多，重量上也增加很多。我看到它那个拓展功能的房车的价钱高很多，说穿了啊，以我的感觉啊，那个如果你是双拓展的，那个价钱多到你后面就给他买一个后面拖挂，那干脆再拖个拖挂在后面算了，空间更大。还有太多东西可以说，但是我也不可能全部塞在影片里面，又臭又长。怎么说？就是说还有什么稳定器啊一些的，那要装就装，其实也无妨。